我叫江小叶，鹦鹉是一头万年老鳖，意外获得山神传承，没事养养花，种种草，逗逗鸟，遛遛狗，左拥右抱，潇洒一世。我去，这鳖甲轮廓都快粘上小石墨了，这鳖得多大呀？仿佛察觉到危险靠近，老鳖的脑袋不留痕迹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浓缩也知道伪装自己。江小叶嘿嘿直笑，抓鳖他最有经验，见鬼了！藏在泥沙里，只需要找到让你妈咬我，手指卡进去就行，只要不离水，什么鬼玩意儿？不会这成精了！被掐住后腿窝后，脑袋就缩进夹里，小黑，快松开！出来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一边去！没有看到我受伤了吗？疼！见鬼了！不过手臂剧烈的疼痛让他爆发出更大的发财了！持续3秒，老鳖被打得张开了嘴，疯狂地手上沾的血，让你妈咬我！真见鬼了！老鳖被扔上岸，竟然灵活一翻身，爬得飞快。江小叶大感不可思议，还是小黑反应快。见到这情况，扑上去一口咬住了老鳖的脑袋。老鳖脑袋被咬碎，死得不能再死了。什么鬼玩意儿？这成精了！江小叶心中惊讶，正要提起巨鳖，却看到黑狗在吸血，心中震撼。这狗都会吸血了？小黑，快松开！小黑松开了嘴，对着死去的老鳖威胁地犬叫几声。摇着尾巴凑上来和江小叶撒欢，似乎在说记得给小黑大人加餐呢。这是小黑大人抓到的。一边去！没有看到我受伤了吗？江小叶踢了一脚老鳖，老鳖尸体一翻，没想到被发现腹部居然有一块造型古怪的玉牌。江小叶蹲下身子捡起玉牌，入手冰凉，感觉就是极品的玉。江小叶虽然不懂古玉行情，但也见过网上相关的新闻，一块什么和田玉籽料挂件，动辄卖个几万，稀松平常，甚至能卖几十万、上百万。我靠，发财了！哎，我手上沾的血怎么在消失？江小叶汗毛直竖，这玉在吸血。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光芒一闪，玉牌居然消失了。江小叶手一抖，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真见鬼了！小黑狗在一旁盯着，汪汪直叫。算了，这么大的鳖也不能浪费，先回家。江小叶将老鳖塞进竹篓，带着小黑离去。持无山神令，得无传承，福泽一方，造福万物。江小叶将老鳖带回家，和家人分食，只留一壳，吃后呼呼大睡。这个时候，一道白光没入江小叶体内。山神在上，让这老天爷下点雨吧，给我们存点活路啊！小黑狗悄悄进来，爬上床，用狗爪拍江小叶脸蛋。江小叶睁眼，看到小黑趴在床上，一把拍飞小黑。小黑，你干嘛呢？小黑蜷缩在墙角，瑟瑟发抖，心里的委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。你要是好好的，我敢上去吗？还以为你归西了呢。江小叶母亲李兰听到儿子咆哮，进门查看。大早上的吼什么？没事，我刚做了个噩梦。哎呀，做噩梦算什么？我昨晚还梦到自己变年轻了。你别说啊，今天早上一起来照镜子，发现皮肤果然好了很多。江小叶很想嘴贱一句那是幻觉，可发现母亲似乎真的变年轻了一些。哎，行了，赶紧请上吃饭。李兰说完，转身离去。江小叶起床，心里满是疑惑。奇怪，老妈为啥变年轻了？还有自己为什么会梦到老村长在拜山神？江小叶大步走出房门，面露疑惑。咦，怎么感觉怪怪的？江小叶忽然觉得自己和大地之间多了一丝奇怪的关联，甚至能察觉到花草树木、蚂蚁昆虫传达出来的一阵阵情绪，仿佛是渴望喝水。怎么会有这种古怪的念头？江小叶摇了摇头，感觉自己疯了一样。就在此时，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：持无山神令，得无传承，福泽一方，
造福万物。江小叶错愕，一道白光闪过，玉牌出现在手中。山神令，我这是得到了山神传承，成为了山神。江小叶捏住玉牌，玉牌消失。江小叶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能力——土地感应，能察觉周遭一定范围土地中的情况。妈呀，太神奇了！江小叶激动跳起，朝小黑招手：“走，小黑，抓金蝉去！”江小叶拿着铁锹，带着小黑来到山上，感应到四周有不少金蝉，一抓一个准儿，很快就抓了一箩筐。这个时候，地下隐隐有光芒闪过，江小叶拿着铁锹一挖，是天麻。我去，天麻可以炖鸡汤，给爸妈补身子。江小叶将天麻放到竹篓，看向四周，又有闪烁。江小叶快步上前挖出天麻、何首乌、灵芝，不断挖到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真够蠢的，有这样的能力，挖天麻、挖何首乌、挖灵芝不行吗？还抓什么金蝉？不行，争取再挖一株百年老参，这才对得起自己的能力。江小叶看向四周，远处一道金光闪过。江小叶带着小黑跑去，一株人参闪闪发光，真有百年老参！江小叶正要上前，一头巨蟒自草丛中探出蛇头，江小叶惊恐后退。江小叶盯着巨蟒，犹豫要不要为了人参跟巨蟒拼命。小黑嗖的一声窜了出去，江小叶大惊：“小黑！”巨蟒张嘴咬向小黑，小黑身子一扭，避开巨蟒牙齿，一口咬住巨蟒脖子。巨蟒拼命挣扎，最终死去。江小叶惊骇：小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猛了？这么一条巨蟒竟然被他咬死？难不成是喝了巨鳖的血？小黑放下巨蟒尸体，摇尾跑到江小叶身前，嗷呜直叫，仿佛在说：“你看我厉不厉害？”江小叶摸了摸小黑脑袋：“小黑真棒。”江小叶拿着铁锹来到人参处，小黑凑上前要刨人参，被江小叶一把推开：“一边去！”小黑似乎在说：“拍小黑大人干啥？小黑大人刨坑的技术是你祖宗。”江小叶不理小黑，挖出人参，看着手臂粗的人参，心中大乐。这么粗的人参，最少能卖个几千块钱吧？发财了！江小叶眼睛一亮，这不得发个朋友圈装一下？别动，我拍个照。对着小黑、人参、蛇尸一阵咔咔咔乱拍，又果断地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并且配文：“浮生半日闲，山中打猎，偶遇千年人参，打死守护药蛇，夺宝成功。想买人参的速度，过了村儿没了店儿啊！”江小叶抓起蛇尸塞进竹篓，发现蛇没有流血，低头看向小黑，这蛇血被小黑吸干了。吸血狗！江小叶将蛇尸塞进竹篓，带着小黑离去。山神在上，让这老天爷下点雨吧，给我们村点活路啊！江小叶带着小黑来到老村长家外，心中疑惑：这一幕怎么如此熟悉，跟我昨晚的梦境一模一样。江小叶看着天空太阳，没有一点下雨的迹象，心想今年大旱，玉山村的村民自然日子也不好过了。种植的庄稼每天靠喷灌机灌溉，不然都要旱死。怪不得老村长要在这儿祈求山神降雨。脑海中想到昨晚的梦，默念口诀：天地水灵，听无之意，化云布雨，福泽一方。天空中划过一道闪电，雷声轰鸣，小黑吓了一跳，跑到一边躲起，露出一个狗头，似乎在说：“吓死宝宝了。”此刻暴雨倾盆而下，江小叶呆呆看着天空。我真成山神了！江小叶呆呆看着天空，雨水落在脸上。屋内老村长看着窗外大雨倾盆，老泪纵横，不断朝着山神像磕头。多谢山神，多谢山神！孩子，此乃小步雨术，学会了吗？我，孩子，以后定要守护好大家。老人身影逐步消散，
江小叶泪流满面，他知道这次行雨不是自己所施，而是山神最后一次布雨。山神已经离去，村民从屋内跑出，兴奋大叫：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庄稼有救了，庄稼有救了！江小叶看着兴奋的村民，喃喃自语：山神爷爷，我定会守护好大家。江小叶带着小黑回到家里，只感觉万物复苏，生机勃勃，暗暗发誓定要遵循山神嘱托，守护这一方生灵。爸妈，我回来了，快来吃饭。吃过饭，拿出手机看朋友圈，发现已经炸锅。牛逼！你看那药蛇，简直比当年郭靖和的药蛇还要威猛几倍。江小叶盯着手机傻眼了，这不对呀，你们跑题了。我想表达的重点是卖人参，你们怎么注意力都在毒蛇身上？你好，你的人参卖吗？江小叶发现是微信有人申请好友，还是一女的，心中有些好奇，对方怎么知道自己有人参，手里却没停，直接同意了好友申请。加了吗？加了。小希，这是你同学？对，老气人了。此刻若是江小叶在这里，一定掉头就走。此人正是他大学时候的班长李小希，两人八字犯冲，一见面准吵架，惹不起。至于另一个女孩，正是李小希闺蜜许亚楠。许亚楠笑了笑，又给江小叶发了一条微信：我诚心买，拍个人参完整视频，近距离拍摄我看看。江小叶迅速拍了个视频发了过去，对方看后约好明天过来拿货。这么粗的人参，最少也能卖个5、6千吧。次日清晨，江小叶约了卖主早早起床，来到小院。通过大地感应，感受到周围花草树木的心情，像是在欢呼雀跃，让他心情莫名舒畅。正要出门，看到门口的一株枯萎的小叶紫檀上有一缕生机，虽然很微弱，却充满了不屈的感觉。你这么坚韧，我就试试能不能用小步语术救你。江小叶捏动手印，朝着小叶紫檀一指：天地水灵，天无之意，化云布雨，福泽一方。一时之间，一团雨雾云朵凝聚在江小叶头顶不远处，淅淅沥沥地洒下一些银丝般的雨水。江小叶兴奋不已，成功了！我成山神了！我真的成山神了！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云雾团瞬间崩散了。江小叶感觉自己的精神似乎被抽空了，抽得很彻底，满脑子都是嗡嗡声。不过他却全然不在乎，像傻子一样哈哈大笑，这可是仙家手段呐！江小叶看向小叶紫檀，只见花盆出现裂缝，枯萎的小叶紫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，枝叶膨胀，新芽抽发，枯木逢春。咔嚓声响起，花盆彻底出色，落了一地。小叶紫檀本就名贵，这么一大株，稍微修剪一下得值多少钱？小黑兴奋冲向小叶紫檀，嗅了嗅，想要咬一口，被江小叶一巴掌拍飞出去。滚一边去！这可是我的钱！小黑趴在角落委屈直叫，仿佛在说小黑大人只是想尝一口而已。江小叶不理小黑，找了个大一点的花盆，把小叶紫檀栽了进去，正要给小叶紫檀修剪下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江小叶掏出一看，是买人参的女人。江小叶接通电话，对，直走，一直到村头，我在门口等着啊。行。小黑第一次见到这种庞然大物，果断的一缩尾巴，跑到江小叶身后去了，露出狗头。狗显然有点害怕。路虎停在不远处，副驾驶座先打开，扎着马尾辫的李小希跳了下来。江小叶身子一抖，眼珠子突出。李小希？怎么是他？好吧，看来买家是从他那儿得知的消息。李小希是江小叶大学的同学，风云人物，完美校花。可见到他，江小叶表示高兴不起来。他都是熟知这位颜值爆表、性格却古灵精怪的小魔女是多么难招惹，尤其是自己混得这么差，大学回到农村种地，简直是有点丢人呐。
小黑一看越野车停下来了，呲牙咧嘴的汪汪汪叫了起来。对于霸占自己地盘的庞然大物很不爽，老实一点。江小叶一脚踢开小黑，上前一步。这不是我们的李小溪校花吗？李小溪看着江小叶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，抿嘴窃笑。哦，江小叶，真的好巧啊！没想到卖人参的人是你呀！江小叶一阵无语，你就不能装得像一点，只能无奈点头。缘分啊！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闺蜜许阿南，这是亚楠的爷爷，这位江小叶，我大学同学。江小叶还没开口，小黑已经摇着尾巴凑了上去，似乎在说：“有客人来了，是不是要做好酒好菜了？小黑大人要加餐了。”李小溪想摸小黑，江小叶担心小黑搞事儿吓住客人，抓着小黑尾巴扔到一边。进屋说吧。小气，狗都不让碰。这是小叶紫檀吗？还真是啊，爷爷和你的那一盆一样啊。徐亚楠惊骇，有点古怪的看了江小叶一眼。这农村里还有这种好东西？要知道，他爷爷那一盆小叶紫檀可是花了10几万买的，看起来似乎都没面前这株卖相好。李小溪凑上前，人参呢？这里呢，不过这人参似乎年份不是很高吧，不大。李小溪不知价值，看向徐海峰。徐海峰上前看到人参，两眼发光。好东西啊，最少100年以上。如今的100年人参，这可不多见了。对了，那条守护人参的药蛇呢？江小叶吃惊，自己这株人参看上去也没多大呀，竟然真有100年。还有什么药蛇？难道是那守护巨蟒？稍等。江小叶拖着巨蟒尸体走了出来，将蛇尸举到徐海峰身前。就是这条。老爷子打量一番，看向江小叶。人参10万，药蛇5万。另外，你的这盆小叶紫檀卖不卖？卖的话也5万收。多少？老爷子，你没有说错吧？这人参值这么多？这蛇和盆景也值这么多钱？哈哈，当然值钱，这可是守护了人参至少10几年的药蛇，要论入药效果，比人参都差不了多少。人参温性，药蛇凉性，都是难得一见的主药。至于这小叶紫檀盆景也不便宜，要是找花匠修剪好了，卖10万8万的都很正常。不过需要打理很久，而且需要长时间养护。3样一共算20万，你看能卖吗？要是不够，我再加点。江小叶内心激动，这可是20万呐！对于他来说，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。够了够了，我卖，我当然卖。小伙子不错，阿彪，给钱。黑衣保镖从车内提来一个箱子，打开递给江小叶。江小叶接过，看着一箱子钱，双眼冒金币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李小溪见江小叶双眼冒光，戳了他一下。赚了这么多钱，一定要请客啊！没问题，说没有你帮忙，哪能赚20万？请个饭而已，小意思。徐亚楠收好人参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江小叶。谢谢江同学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若是还能找到上好的野生药材，可以给我打电话，微信留言也可以。好的。老爷子笑眯眯跟江小叶告别。徐亚楠扶着老爷子，保镖拧着蛇尸朝外走去。李小溪凑到江小叶身前。对了，忘记和你说了，再有半个月我生日宴会，记得来哦。没问题，一定到。大不了到时候准备个180块的礼物。赚了这么多钱，不能小气。几人走后，江小叶盯着院子里的一地花盆碎片，捏着下巴沉思。一株快枯死的小叶紫檀被淋了雨之后，生机焕发，急速成长，并且还卖了5万块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小布雨树下的是灵雨啊！不行，我得再找些植物试试。若真是如此，那就发财了。江小叶来到自家橘子园，看着自家橘子树有些枯萎，开始施展小布雨术。天地水灵，听吾之意，化云布雨，福泽一方，降。成了。
太好吃了，一点都不酸。橘子一般都是7月以后才大规模上市，现在提前了接近2个月，拿去卖肯定能赚大钱。江小叶兴奋不已，拿来2个竹筐开始摘橘子。小黑一个原地高跳，一口咬住了一颗橘子，从枝头上撕扯下来，开始吃橘子。江小叶上前一脚踹飞，你这死狗，滚一边去！小黑躲到一边偷偷吃橘子。这死狗怎么开始吃素了？江小叶摇头，继续摘橘子，很快摘满2筐橘子，端着橘子朝山下跑去。小黑跟在身后，后面一地橘子皮。江小叶将橘子放进面包车。父亲江云山走出来，小叶干嘛去啊？江小叶一边爬进驾驶室，一边回答：去城里卖橘子。卖橘子？现在橘子还没成熟，卖什么橘子？这小子想钱想疯了吧？就在车里待着。卖橘子啦，又大又甜的橘子。江小叶，宋佳佳。江小叶暗骂晦气，只因宋佳佳是他之前大学里的前女友。其实也不能算标准前女友，不过才刚答应交往，就被同班的富二代陈航用砸钱的方式给挖墙脚了。江小叶，你也太没有出息了吧！真回家种地了，好歹同学一场，有个种地的同学说出去实在有点丢人。江小叶冷笑，懒得搭理。呵呵。宋佳佳没有看到预想中江小叶那卑微的情绪，反而自己2人被无视了一样，心中不悦。江小叶，陈航现在可是蓝城集团的经理，月薪10几万，随便给你安排个工作都比农民强1万倍。不错，我们公司找保安和保洁，名额虽然有限，但是你要愿意，我可以带你。1个月3000、4000的，虽然还不够我1顿饭，但对于你的家庭，应该足够1年开销了吧？陈航嘴角洋溢着讥讽的冷笑。当初大学同学聚会，陈航给一位女神下药，结果被江小叶给撞破了，坏了他的好事不说，还在学校闹得沸沸扬扬，一直让他抬不起头。自然，陈航对江小叶可谓是恨之入骨，到处下绊子。对了，你之前工作被无故辞退，因为那是我爸朋友的公司，随便2句话就能让你失业，惊不惊喜？果然是你。就是我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得罪我陈航没有什么好的下场。陈航得意的大笑起来，扫了一眼橘子摊儿，满脸不屑。宋佳佳，你看看咱们的老同学日子不好过呀，要不把橘子全部买回去？宋佳佳咯咯娇笑。哎呦，亲爱的，要不施舍一些？这橘子花不了几个钱，要不我发个朋友圈？这对不要脸的，摆明是想在朋友圈里羞辱自己。虽然自己不觉得当农民卖橘子丢人，但也不能让他们嘚瑟。江小叶也迅速地拿出手机，咔咔咔拍了几张，连陈航和宋佳佳都拍了进去，还专门挑了难看的色彩设计以及拍摄角度，果断发朋友圈。早上卖点橘子，遇上陈航和宋佳佳，陈航说自己都年薪1000万了，真是好羡慕。这种1000万年薪的有钱人，居然大清早过来砍价买咸菜，简朴啊！朋友圈一发，江小叶收回手机，先下手为强。来，江小叶，给我来5斤橘子，剩下的钱不用找了。陈航从钱包中抽出了一张红钞票，潇洒的一弹，钞票落在橘子上。他满脸嘲讽，等着江小叶去捡，却万万没想到江小叶动也不动。你俩怕是没吃过什么品质上好的橘子吧？就100块，还想买我5斤橘子？你要是穷，你就说出来，我送你橘子吃啊！来，钱拿走，这2个橘子免费送给你，行不？江小叶一挥手，张峰将钞票给扫到地上，一脸嫌弃的捡了2个橘子塞到陈航的手里。陈航错愕，我这橘子1斤500元，是有点小贵，没有钱就别打肿脸充胖子，拿去吃吧，真可怜。100块钱5斤橘子，还不用找钱了，我这橘子能这么便宜吗？走，别打扰我做生意。江小叶，你他丫的穷疯了！就这破橘子卖500块钱1斤。陈航说着，将橘子砸在地上，一脚踩了下去，橘子汁四射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清香在早市街道扩散开来，浓郁清新，让附近的人闻到了都忍不住流口水，迅速围了过来。老板，橘子咋卖？哎呀，这橘子真香！哎，这个小年轻，你踩人家橘子干什么？就是，
这不是浪费东西吗？人家橘子不好吃还是咋地？现在橘子这么金贵，真是浪费。我想采就采，我橘子卖500块钱一斤，想钱想疯了吧？500，这么贵？哈哈，这橘子30一斤，你们别听他瞎说。各位，我这橘子自家种的，你们可以尝一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江小叶一看这么多人围过来，快速地切了几个橘子，顿时越来越浓郁的果肉清香散发出来，这是一种魔力的清香，所有人闻了都感觉精神一振，纷纷拿起橘子试尝了一下，一个个眼睛都瞪大了，感觉浑身毛孔都要打开了一样。哎呦，这么甜！哇，比那进口的还要好吃100倍，而且吃了还感觉神清气爽。就是，老板，给我来2斤。我要3斤。众人开始争抢橘子，陈航和宋佳佳站在一旁傻眼了，这群人疯了吧？30块钱一斤的橘子也抢，自己这是给江小叶打广告了？陈航看着众人疯抢橘子，江小叶一脸得意，愤怒不已。我们走。哼！等等，你们2个没有付钱啊？怎么就走了？我们老百姓的橘子就随便你们这些有钱人采了？不是给你钱了吗？你这耍赖呀！各位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娘，你们看看，我可只收了你们的钱。这2个自称年薪1000万的闲橘子柜，买不起就砸摊子，现在还不给钱，简直欺负人呢！陈航采了橘子的行为本就让不少人反感，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能随便糟蹋？这下听到江小叶如此说，更加义愤填膺了。收几个臭钱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给人家老板钱呐，不会想赖账吧？2个橘子钱都没有，你采人家橘子干嘛？陈航气得30暴跳，江小叶拿出手机开始录制。佳佳，给钱！宋佳佳愣了一下，从爱马仕包包里取出钱包，结果还带出几个杜某丝小包装，看得周围一片低笑。算了，不要了，赶紧走。你们不是喜欢发朋友圈吗？我也会发，等着打脸吧。宋佳佳扔了50块钱，与陈航灰溜溜地离开了。众人选好橘子，付钱离开。江小叶看着一筐橘子已经卖完，趁着没人的功夫，掏出手机看朋友圈，2条动态被人刷屏。我靠，笑死我了！这不是宋佳佳和陈航吗？这面色蜡黄的，咋回事？哎呦，带这么多的套，怪不得脸色不好。年薪1000万，别听陈航吹牛，他1个月几万块也是靠着家里的关系罢了，还1000万，他爸也不能1000万。哎，快看宋佳佳朋友圈，我靠，我打脸啊！还有美颜，我要不看江哥朋友圈，都不敢相信这是同一个人。朋友圈撞车了，666还发车了。朋友圈点赞一片，江小叶面露笑意，果然还是自己人缘好。杜某斯，你值得拥有。美颜很强大，我转发了2个有意思的朋友圈，让大师来鉴定一下是不是同个人。1000万年薪买咸菜讲价，厉害哟！震惊！1000万年薪买不起2个橘子，恼羞成怒采了果农橘子。宋佳佳气得青筋直冒，陈航不解转头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江小叶，我操你大爷！陈航大怒，调转车头朝江小叶橘子摊冲去。都要啊？对，都要。你这个橘子是自己种的吗？对，家里还有很多，这些至少200斤。江小叶还以为今天卖不完了，毕竟价格太贵了，谁知道突然来了这样一位美女。都要了，这个码吗？美女果断地开始扫码，都没有问江小叶能不能便宜，直接6000块钱转了过去。对，6000块钱买橘子，真是有钱。江小叶，陈航气得鼻子都快歪了。这件事要是让自己家里人知道，肯定麻烦大了。他和宋佳佳只是玩玩而已，根本没打算动真格的。而且最近他一直在追求蓝海集团一位董事的女儿，这下好了，全曝光。咋地？想打架吗？我他妈怒！陈航话没说完，小黑从面包车冲下，对着陈航露出獠牙，面露凶光，不断咆哮。陈航秒怂，身子朝后退去，吓吓他们2个，不要真咬人。小黑一听，立刻兴奋起来。这个小黑大人专业呀！嗷一声扑了出去。滚开！救命！江小叶，把狗拉走！这陈航真是个孬种啊，竟然将女人挡在前面。江小叶果断拍了个视频发朋友圈，让同学们看一下陈航人品如何。我打电话报警，你挡住啊！那啥，美女放心，我这狗就会吓人，不会咬人的。橘子你怎么弄？要不要我给你送去？
哦，没事儿，我店里待会儿有伙计过来将橘子拉走，我等一下就好。美女见到这场面倒是淡定，这狗似乎能听懂人说话。过了大概不到5分钟，一阵警报声从远处传来。江小叶看到警车前来，立即朝着小黑命令：“别凶了，开始卖萌。”小黑一脸懵逼，这反差是不是有点大呀？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，这狗要咬我，快把它打死！陈航手指小黑，却看到小黑直接躺在地上，吐舌头、打滚、撒娇、摇尾巴，一副田园3号舔狗的姿态。陈航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你刚刚凶狠的劲儿呢？买橘子美女也是一脸错愕，这狗竟然真在卖萌。中年警察低头看了一眼摇尾巴翻肚皮的小黑，这条小土狗怎么可能是报警时描述的凶残大疯狗？你知道乱报警是违法的吗？陈航张了张嘴，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小黑更是来劲，凑到女警身边蹭来蹭去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死狗刚刚威胁了我们，你不信，问问周围的人。谁知道你们一来，这狗就变样了。小黑摇着尾巴，女警欢喜得不得了。撒娇手段，小黑大人是专业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的狗，这俩人之前买橘子不给钱，还踩烂我橘子，好多人都看到的，没想到还倒打一耙说我的狗咬人。对，人家小伙子卖橘子的，这2个有钱人看不起人家，还踩人家橘子。谢谢你啊，老奶奶，我们会秉公处理的。女警看向中年警察，我们是打狗队吗？这2人简直是浪费警力。陈航气得肺要炸了，恰好看到江小叶偷笑，直接扑了上去。妈的，江小叶，老子弄死你！旁边走过来的中年警察一把抓住陈航，直接给制服按在了地上。把他带回去。陈航被按倒以后，顿时清醒过来。警察同志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叔叔也是警察，自己人。哎呦，我开玩笑的。我们有良好的纪律，谁跟你是自己人？你也上去。女警上前和中年警察一起押着陈航上了警车。宋佳佳想要说什么，被女警瞪了一眼，也乖乖上了警车。我叫林欣，你的橘子很好吃，可以给我留个电话吗？林欣运营着一家高端的海景餐厅，十分在意食材，对价格并不敏感，只要是味道好，客人满意就行。没问题。等林欣店里的伙计赶来取走橘子，江小叶和林欣告别，上了面包车，心中一阵欢喜。这淋雨浇灌过的果实果然不同凡响，暴富岂不指日可待？小黑摇头晃脑的把脑袋伸了过来邀功，是不是得给小黑大人一点奖励？走，开车了。小黑一脸委屈，似乎在埋怨小主人卸磨杀驴，不对，卸磨杀狗。江小叶开着面包车刚回到家里，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看着来电显示林欣，江小叶心想：啊，这么快就给我打电话，不会是要退货吧？喂，江老板，你家的橘子还有吗？我还想再进一批货。有的，你要多少？你家有多少？大概5000斤。我全要了，我这就给你转钱。电话挂断，江小叶看到手机屏幕，微信到账15万。江小叶眼中冒出金币，以前只能卖几千块钱的橘子，被自己卖到了15万的天价。爸妈知道后，岂不是兴奋的飞起？叔叔，这橘子虽然好吃，也不用一次性买这么多吧？你懂什么？我胃一直不好，吃了这个橘子，连胃病都治好了。这种能治病的橘子，当然是要金涛垄断。到时候卖多少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。叔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江小叶兴奋带着小黑走进屋内，李兰和江云山坐在桌前，桌上放着1箱子钱。小叶，这么多钱哪儿来的？卖人参啊！人参就是你从山上挖回来的那破参？什么破参？那可是100年老参。不仅如此，爸妈，我还将我们家的橘子全卖了，总共卖了10几万呢。什么10几万？江小叶将自己卖橘子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不过妈，人家明天就要橘子，我还得去摘橘子呢。哎，不用，你乖乖在家休息便好。摘橘子的事儿交给我和你爸。
我去，我的家庭地位提升这么高，都不用我做事了。小爷我总算农奴翻身把歌唱了。走，小黑，叫上大憨一起打猎去。大憨，你既然从城里回来了，不如就留在村里跟我干吧。好呀。大憨是江小叶发小，之前在城里被黑心老板克扣工钱，一气之下回了村，没有收入。一只野鸡飞来，大憨立马搭弓，不等大憨射箭，小黑高高跃起，一口咬住野鸡脖子。大憨目瞪口呆。小叶，你家小黑这么厉害，都能独自抓野鸡了。江小叶心想，吃了鳖肉鳖血，能不厉害吗？这时，山林深处传来巨吼声。小叶，好像是熊。江小叶继承了山神传承，听出了熊吼声中包含的愤怒、焦躁。走，去看看。江小叶和大憨朝着熊吼的方向跑去，小黑秒怂，犹豫了下，夹着尾巴，紧张地跟上了。苏如烟是一位最近风头正劲的新秀主播，她与追求自己的富二代朋友一起进山猎野猪，不料野猪没有碰到，却遭遇了一头半米高的小棕熊。富二代见小熊可爱，想带走小熊，结果惹来了大棕熊，开始对他们疯狂追赶，而富二代竟丢下他独自跑了。此时直播间人气已经达到了200万，粉丝们都在疯狂打骂，不断刷屏。苏如烟根本没时间看手机屏幕，只是疯狂奔跑，结果脚一扭，重重摔在地上。棕熊爬了过来，人力而起，高达3米的巨大体型让苏如烟忍不住尖叫起来。看着人力而起的棕熊，苏如烟面露绝望。棕熊咆哮一通，前肢着地，慢慢的来到苏如烟面前，抬起了巨大锋利的熊掌。苏如烟闭上了眼，一声狗叫传来，苏如烟睁眼，就看到一条小黑狗咬在了棕熊的屁股上。棕熊愤怒转过脑袋，小黑松开棕熊屁股，胆怯盯着棕熊，缓缓朝后退去。苏如烟呆呆地望着这一切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就在这时，江小叶赶到，一把将苏如烟拉了起来。有毛病啊！一个人来山里喂熊？苏如烟低头，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棕熊状态已经有些发狂了，血红着眼睛，转头朝着江小叶和苏如烟就扑了上来。狰狞的熊掌眼看就要拍中苏如烟脑袋，大憨从侧面窜了出来，对着棕熊肋下狠狠的一撞，棕熊居然直接翻滚出去。苏如烟目瞪口呆。小叶，俺打不过他，我能插死他吗？大憨揉了揉肩膀，表情也很严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江小叶从这头棕熊身上感受到了对方的情绪，是一种很奇妙的熟悉感觉。江小叶肯定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棕熊，稍微一寻思就想到了一个可能，那肯定是和山神有关了。你还好吗？还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放松，让苏如烟差点倒在地上。她捡起直播设备，手都在颤抖。你是来直播的？是的，我听说这里有野猪。苏如烟说完，就见江小叶看傻子一样盯着自己，俏脸涨得通红，弱弱道：“我说错什么了吗？1猪2熊3老虎，你需要好好了解一下野猪有多强大。为什么野猪能够排在黑熊前面？你敢来猎杀野猪？真是勇气可嘉。”对于这个不要命的主播，江小叶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。疯了吧？大野猪就算是猎枪，也最多破开后皮，野猪头拱几下就能轻松送成年男子归西。就在这时，小黑突然叫了一声，叫声中充满了胆怯。棕熊再次站起，双眼血红，显然是发怒了。发狂的棕熊可是极为可怕的。棕熊情绪越来越暴躁，江小叶感觉不对，立刻将苏如烟拉到身后。你退后，小黑，离远一点。大憨掏出猎叉，准备动手。大憨别动，我来。眼见大憨要对棕熊动手，江小叶立刻阻止。棕熊是国家保护动物，打输了挂号进医院，打赢了进局子吃晚饭。小叶，很危险的。没事，我能解决。
直播别拍我们。苏如烟连连点头，视角给了棕熊。棕熊对着江小叶咆哮一声，身上伤口的痛楚让他越来越愤怒了。不要紧张，我没有恶意。江小叶灵机一动，山神之力自身上散发出来，手掌慢慢的伸出，山神之力朝着棕熊覆盖而去。棕熊显然感觉到了什么，脑袋张望一下四周。江小叶感觉到他的情绪在飞快地稳定下来，甚至有一丝丝的惊喜在其中。而此时，江小叶脑海也闪过一幅画面：山神，棕熊，这大棕熊是山神身边的头棕熊的崽子吗？江小叶一步步靠近，山神之力不断飘散到空中，然后融入棕熊的身体中。巨大的棕熊看着江小叶，伸出了鼻子嗅了嗅。江小叶看到他的眼睛亮了一下，果然他是山神身边棕熊的后代。江小叶与棕熊的鼻子相差不足半米，看得大憨都紧张起来，小黑更是毛发都竖起来了。完了完了，小主人疯了！苏如烟惊呆了，直播间的粉丝也看得瞠目结舌，弹幕一瞬间都空白了。别紧张，别紧张！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棕熊，出乎大家预料，大棕熊居然发出了一阵委屈的呜咽，低着头蹭着江小叶的手。山神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江小叶给棕熊一个信号后，大棕熊趴在地上哭了。大憨茫然地提着猎叉抓了抓脑袋，小黑纳闷极了。苏如烟嘴巴张得老大，这是咋回事？棕熊难道被驯服了？哭了好一会儿，棕熊露出了肚皮上的弩箭，鲜血染红了周围皮毛。他瞪着大眼睛看着江小叶，江小叶心头一阵怒意席卷，转头看向苏如烟，冷然道：“你干的！”苏如烟被江小叶的气势给吓了一跳，连忙摇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是我，是和我一起的人，他跑了。”看苏如烟不像是说谎，江小叶也没多说什么，安抚了一下棕熊：“别动。”棕熊明显疼极了，这弩箭居然还带有血槽和倒钩。棕熊挥舞着爪子，嗷嗷直叫。没事，拔出来了。江小叶看棕熊痛苦的样子，手中的山神之力不断涌入对方的伤口，渐渐的，血停止了流淌，伤口开始缓缓的愈合。伤口完全愈合，棕熊十分喜悦地抱住了江小叶，搞得江小叶呼吸困难，连忙推开一些。棕熊抬起头，对着远处吼吼地叫了几声，一只黄茸茸的小棕熊跑了出来，看到一群人，吓得嗷呜一声，急刹扑倒在地，翻滚起来，狼狈不堪地转身就逃，躲在远处一棵树后面嗷嗷叫。熊的胆子不都是很大的吗？过来，过来！江小叶传递给小棕熊一点山神之力，果然，小棕熊神情一震，瞪着小眼睛看着江小叶，一步一步地挪了过来。棕熊会不会知道老山神庙在哪里？江小叶对着小棕熊招招手，小棕熊伸了伸脑袋，感觉到江小叶手上的山神之力，慢慢的把脑袋伸了过去，嗅了嗅，和小狗一般。江小叶抓住小棕熊，抱在怀里，软乎乎的，很舒服。小棕熊一副享受的模样，这神奇的一幕却让直播间的粉丝们都看傻眼了。这确定不是动物园的棕熊，让人抱走自己的孩子玩。一时之间，屏幕再次被刷屏。小黑看到这个蠢熊居然被小主人抱在怀里，顿时不乐意了，围着江小叶转圈儿，时不时呲牙咧嘴的。出奇的是，在旁边的大棕熊仿佛对小黑一点恶意也没有。小棕熊被山神之力改造了一会儿，江小叶就额头冒汗了。他之前治愈大棕熊消耗就已经有点大，把小棕熊放了下来，谁知道这货居然抱着江小叶的腿不撒。江小叶想问问山神庙的位置，山神肯定有遗留的东西，可是他酝酿了半天都不知道如何沟通，最终
把小棕熊抱了起来，送到大棕熊身边。明天我来找你们，遇到别人就躲开，知道吗？大棕熊叫了几声，慢慢悠悠地转身离开。小棕熊一看熊妈妈走了，赶紧跟上。江小叶看着两头棕熊走远。直播关了吧，我们带你出去。苏如烟没有安全感。我能不能开着直播跟着你们出去？那你尽量别拍到我，倒霉，好不容易进山打个猎，还成了救援队了。大憨，我们先回去吧，今天打不成了。好！一听到要回去，小黑不乐意了，汪汪汪地抗议起来。上山一趟就抓了一只野鸡，回去还不够大憨这个大个子自己吃的。你脚扭了？需要背着吗？苏如烟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江小叶。谢谢。对了，你是大主播吗？苏如烟趴在江小叶背上。我只是个小主播，不过谢谢你，你们这一次的损失我会补偿的。江小叶倒是不在意什么补偿，只是背起苏如烟后，感觉背后传来一阵柔软，江小叶一下子脸红脖子粗。江小叶背着苏如烟，为了避免尴尬，他故意装出一脸嫌弃的嘴脸。你看起来这么瘦，怎么这么沉啊？苏如烟脸更红了，没有吭声。就在此时，苏如烟的助理打来了电话，想邀请江小叶一起户外直播。苏如烟挂断电话，听力强化后的江小叶果断摇头。我们不直播。江小叶不想做网红，况且自己得到了山神传承，直播不过是浪费时间。我可以付钱，猎物归你们，你们带着我在旁边就可以了。江小叶正要拒绝，骤然想到大憨正好没有工作。大憨有时间，他天赋异禀，而且从小练武，就算是遇到熊瞎子都敢单挑。你可以找他合作。可以啊，直播一次5000如何？江小叶脚下一个趔趄，让背上的苏如烟忍不住哎呦一声，向前撞了一下。江小叶双眼冒着金币回头。多少？5000，不够还可以再加的。这个价格把江小叶直接干沉默了。直播一次5000，我要不要也答应了？土鳖，你对土豪一无所知。我好想看看这个土鳖此刻的表情。6666666，我小叶妹子一炫富，谁也扛不住。江小叶看不到屏幕，只觉得自己最近赚了一些钱，有些飘了，连一次5000的活也拒绝。就在此时，小黑忽然对着前方汪汪直叫。苏如烟以为又遇到了野兽，本能抱紧了江小叶。大憨！江小叶背上的苏如烟目瞪口呆，这是神射手吗？小黑兴奋，尾巴快摇成螺旋了，疯狂冲向远处的山坡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能力？苏如烟感觉自己捡到宝了，这要带着直播，他或许真的会成为直播大神了。基本操作啊，大憨从小就会百步穿杨，祖传的，几千块一次你不亏。江小叶很满意苏如烟呆乎乎的表情，对，就要这样震惊。几千块一次，怎么让人听着怪怪的？江小叶因为过度使用山神之力，很是疲惫，一躺上床就睡着了。此乃灵觉沟通。灵觉沟通，这就是自己今日和黑熊沟通的原因吗？江小叶发现自己除了多了一项灵觉沟通的能力外，脑海中还多了一篇名为长青诀的修炼之法。修炼此功法不仅可以提升山神之力，还能长生。当即开始盘腿修炼，一道道青色的光芒不断没入体内。江小叶猛然睁眼，小黑迅速跳起，是棕熊找来了。江小叶立刻起身朝外冲去。乡间的小路上，江小叶见到体型巨大的棕熊正朝着这里走来，嘴里还叼着一头小野猪。小棕熊也跟在大棕熊的后面。江云山已经提起了猎叉，拿出手机在给村里人打电话求援。李兰正拉着江云山，让他赶紧回家。江小叶赶紧跑过去。爸妈，别紧张，他们是来找我的。
啥？找你的？江小叶还没来得及解释，不远处的大棕熊见到他后，主动停下脚步，松开嘴，放下了小野猪。别捣乱，赶紧回家。棕熊可是会伤人的。江云山感觉难以置信，熊瞎子他以前见过，但绝对没有见过只存在老人故事的棕熊。来找我的，你看小黑。江小叶拉了拉江云山，手指小黑。小黑此时已经摇着尾巴跑了过去，看了看大棕熊，汪汪汪地叫了几声，棕熊也跟着低吼几声。小黑咬着小野猪，欢快地摇着尾巴，朝着家里拨了过来。江云山和李兰看着这一切，目瞪口呆。小黑则是拖着野猪来到江小叶身边。小黑放下野猪，围着江小叶转圈，狗眼发光，还不断舔嘴，像是在说：“小黑大人拖来的，给小黑大人一个猪头就可以了。”这棕熊……江云山手里的猎叉被儿子拿走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远处棕熊坐在地上舔爪子。小黄，过来！江小叶立刻使用了灵觉沟通，朝着小棕熊勾了勾手指。小棕熊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，被江小叶抱在了怀中。这是咋回事啊？李兰见到这一幕，有些发懵。这棕熊真是来找自己儿子的，还带了礼物。妈，这是小黄和他妈妈，我昨天和大憨上山打猎的时候遇到的，他们不伤人的。你先离远一点，快点把人家的孩子还回去。没事，他很聪明。江小叶说着，上前摸了摸大棕熊的脑袋，一道青色光芒没入大棕熊体内。大棕熊很是舒服地趴在地上，任由江小叶抚摸。这一幕却是看傻了江云山夫妇。聪明也不行，过来！就在这时，老村长扛着一把猎枪跑了过来，看到棕熊的时候，眼珠子都要瞪了出来。棕熊，在老村长看来，3米多高的成年棕熊，这简直是吓死人的猛兽啊！本能的抬枪对准了大棕熊。二爷爷，没事，这是我的朋友，他们是来送野猪给我的，你看。山里的棕熊真的亲近人，爷爷当年讲的不是故事。老村长满脸疑惑。二伯，你说啥？二爷爷，什么故事？老村长回过神，又瞄了瞄远处巨大的棕熊，有点惊悚道：记得小时候，爷爷和我讲过，曾祖父见过山神坐在棕熊的身上巡山。这山里真的有棕熊。江小叶想梦中那山神身边的巨型棕熊，忍不住吞了吞口水，干笑道：山神谁也没见到，不过小黄妈妈确实是棕熊，我昨天和大憨打猎遇到的，他当时受了伤，我帮忙拔了剑。老村长面露疑惑，总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。妈，小黄饿了，你把家里的蜂蜜和馒头给我拿来，我喂一喂它。生怕众人再多问，江小叶赶紧转移话题。行，喂完赶紧送走啊！李兰对于小棕熊不抵触，毕竟看起来人畜无害。可是大棕熊他是不敢靠近一下的，当即回家拿一篮子馒头和蜂蜜走了过来。小黑一看，顿时两眼发光，快步跑了过来，被江小叶一脚踹飞。滚！江小叶看着小棕熊又吃了一个馒头，揉了揉小棕熊脑袋，给你妈吃了，你吃多了不行。小棕熊抬头看了江小叶一眼，叫了一声，叼着篮子朝着大棕熊爬去。真乖，这是要养棕熊嘛？不过还是让小叶小心点儿。棕熊性格反复无常，一旦生气就麻烦了。我知道。江云山干巴巴道：就怕这熊赖着不走。你看这小熊，都快把小叶当妈了。这时，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：江老板。江云山转头望去，就看到林欣带人走了过来，赶紧带着李兰迎了上去。林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想亲自来摘点橘子吗？对了，你们都在这做什么？江云山正要开口，林欣忽然手指前方，身子颤抖。那是熊。江小叶转头看到林欣，笑着迎了过来。林姐来了。小老板，你这儿养棕熊？林欣惊呆了。这老板俄罗斯来的吧？不是养的，他们来给我送野猪吃的，只是长得有点吓人，其实很听话的。
江小叶干笑一声，指了指不远处老村长几个人面前的一头半大的野猪。野猪？林心眼睛一亮，立刻走近几步，伸出头看了看，惊喜道：“你们野猪卖吗？这纯野生的，100元1斤，如何？”江小叶错愕，这林心果然财大气粗，出价总是让人惊喜，其他几人却直接傻眼了。这野猪最少也是100来斤，这岂不是要卖1万多块？行，一会儿你拖走。小黑不干了，这可是自己的肉啊，上前咬着猪腿就要朝家里拖。你边去！小黑感觉自己家里的地位严重下滑，只能可怜巴巴地叫。江小叶等到众人走后，看向了大棕熊，他正有些疑惑，需要棕熊来解答。大黄，你知道山神庙吗？江小叶使用灵觉沟通，传达了自己的想法。他想去梦中的那个山神庙看看。大棕熊低吼一声，点了点大脑袋，一道意识传来。守护。江小叶意识到，棕熊的后代仍然守护着山神庙，来这里的目的也是为了山神之力。当即又向2头熊体内输入了一些山神之力。大棕熊得到了山神之力，带着小棕熊满足离去。小棕熊临走的时候，还依依不舍地看着地上那被舔干净的蜂蜜瓶。江小叶来到橘子园，目光扫过了林心妙曼的身子，最终看向了她的手腕。手腕上戴着一串洁白的手链，隐隐有一道青色的气流在其中流淌。江小叶不禁揉了揉眼睛，这玉上散发出来的灵气很浓郁，玉石之中真的存在灵气。感觉到江小叶灼灼的目光，林心脸一红。你盯着我手干什么？没有，我不是看你的手，我感兴趣的是你的手链。这是杨之玉手链，我去年收到的生日礼物，一个闺蜜送的。林心摘下手链递给她，你喜欢？不喜欢，我只是觉得漂亮。江小叶嘴里说着不喜欢，身体却很诚实，本能的接过，微微运转长青诀，这杨之玉散发出来的灵气快速被她吸收，接着一股让她极为舒服的气流在经脉中流淌。她突然发现杨之玉的色泽暗淡了一些，这短短的一会儿，就让她消耗给棕熊母子的山神之力恢复了大半，效果简直如同打坐几个小时一般。江小叶连忙递还给林心，这就是杨之玉啊，很漂亮。江小叶感觉以后怕是离不开玉石，这灵气太精纯了。随着气流汇入丹田，他的修为仿佛也精进了一点。等到摘好橘子后，江小叶和大伯等人一起将林心送走。江小叶想回报下村民，答应扩大自家果园，带领大家一起赚钱。这几天，江小叶每日晚上修炼长青诀，白天带小黑进山寻找药材，期间还买来了一批小鸡喂养，只因他发现用灵玉喂养后的家禽根本不会生病。小鸡数量不对，少了10几只。妈，小鸡送人了吗？没有啊，不是都在院子里吗？江小叶皱起眉头，在院子里找了一圈，在鸡窝里发现了一些带血的绒毛，他目光立刻投向小黑。小黑原本一脸不在意，趴在那里看着小鸭子，可被江小叶盯着以后，顿时不自在地来回张望。小黑，你晚上没有看院子？这2天，小黑的确有点奇怪，晚上没有听到狗叫声，而且也没溜进自己卧室睡觉。小黑明显底气不足，有些心虚。江小叶更气了，山区犯蛇、黄鼠狼，尤其是黄鼠狼、黄皮子，只要小黑在家，黄皮子是不敢进家里的。我说你这2天怎么吃饭不热情？原来是晚上进山打猎了。今晚上哪里不能去？抓不到黄皮子就把你拴起来。小黑一阵呲牙，该死的偷鸡鼠，居然打扰小黑大人晚上去打猎！小黑大人，咬死你们！江小叶在皎洁的月光下开始修炼，
小黑幽怨地看着自己小主人，虐待小黑大人是不对的。不过感受到江小叶周身浮动的山神之力后，小黑使劲朝着他身上靠了靠，这对他有好处。江小叶闭眼打坐，小黑猛地站起，用狗爪拍了拍江小叶的肩头。江小叶睁眼看向前方，只见路边的一棵老杨树下，一只黄皮子正小心翼翼地查看四周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又跑来一只黄皮子，方向赫然是江小叶的家里。可恶，吃上瘾了是吧？江小叶毫不犹豫地冲向了平房顶，他现在体质极佳，直接3步1跃跳出院子，落在路上。小黑速度更快，黑影一闪扑了下去。黄皮子尖叫一声，掉头就跑。黄皮子速度太快了，如同闪电。可江小叶的速度也不慢，直接拦住了跑得慢的黄皮子去路。小黑直接扑了上来，一爪子按住了这个黄皮子。吃得这么肥还想跑？江小叶一脚踩住了黄皮子尾巴，随即看向远处的黑暗的另一只。远处另外一只黄皮子发现同伴被捉住了，发出了刺耳的尖叫，时不时朝着这边跑起，又转身跑离几步，不知该去该留，显得十分急躁。你以为我这里是开食堂吗？江小叶使用了山神的灵觉沟通，一道淡绿色的光芒自手中弥漫出来。远处的黄皮子显然想不到江小叶居然能够和自己交流，愣了一下，随即人立而起，前爪如同人抱拳一般不断的作揖，看得江小叶头皮发麻。这黄皮子成精了，怎么办？江小叶想起了老人说的，黄皮子报复性极强，一旦伤了这只黄皮子逃走，以后说不得会带一些黄皮子天天来骚扰。但就这样放了，他也不甘心。在他纠结的时候，远处的黄皮子吱吱地叫了几声，突然转身逃走了。江小叶低头看着朝自己求饶的黄皮子，把他直接关进了兔笼子里。江小叶托腮看着笼子里的黄皮子，陷入沉思。他有种奇怪的感觉，那逃走的黄皮子一定会回来。吃我这么多鸡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江小叶说着，手中涌现出山神之力，一道道山神之力注入黄皮子的身体之中。不断祈求的黄皮子停止了叫声，有点疑惑地看着江小叶。随着山神之力注入，他居然慢慢地对江小叶失去了恐惧感。细微的敲门声响起，江小叶听力惊人，旁边的小黑也竖起了耳朵。看好他，你别出去。江小叶走到院门口，打开小院门，就见到之前逃走的黄皮子不断又在作揖，面前还有一根翠绿色的玉钗，看起来很老旧。这是赎金。江小叶有种感觉，这黄皮子像是人。他走了过去，黄皮子不断左移后退。江小叶看着地上的玉钗，他没有去拿。就算是他得到了山神的传承，这一幕仍然让他感觉到无比诡异。许久，黄皮子慢慢的靠近，然后摇起玉钗，不断的作揖。想要带走你同伴可以，以后不许偷村里的家禽，不可害人伤人，可以吗？正在作揖的黄皮子停顿了一下，接着摇着玉钗来到江小叶脚边，将其放下，又不断作揖，叽叽的叫着。江小叶弯腰捡起玉钗，之中蕴含的灵气居然极为充足。不过玉钗有一种很老旧的感觉，上面挂着的金珠都有点泛黑了。东西收下了，记得我说的话。江小叶转身对着小黑招招手，小黑快速地叼着笼子跑了过来。江小叶一打开，黄皮子飞快地窜了过去。黄皮子跑得很远，发觉没有危险以后，反身对着江小叶作揖几次，带着同伴快速地消失在黑暗中。江小叶看向手中的玉钗，一道道浓郁的灵气自上面溢出。这玉钗蕴含的灵气比林星的那块阳之玉还浓郁，直接吸收的话肯定会提升不少实力。不过应该是件古物，还是拿去卖钱吧。走，回家睡觉了。
小黑看了看回家的江小叶，又看了看后山，尾巴一摇，欢快地冲向后山打猎去了。小黑，带点猎物回来。清晨，江小叶正盘腿坐在屋内修炼，手机铃声响起。江小叶拿起手机，显示苏如烟。这不是那天差点被熊拍死的主播吗？这是要直播了？今天直播什么啊？能不能直播棕熊？价格按照最高给。江小叶想到对方给的钱多，棕熊又听自己的，当即答应了下来。司机扛着摄像头转向前方，一道灰影正在觅食，时不时抬头看看四周，警惕得很。是野兔。江小叶视力惊人，第一个看到。大汉，抓活的。好。大汉抽出一根没有尖锐箭头的箭矢，这是他自制的箭矢，就是抓活物用的，但对于箭矢要求极高。小黑，抓活的！江小叶大喝一声，张开嘴巴的小黑立刻伸出了爪子，一个爪子按住了地上还在挣扎的野兔。小黑欢快地摇着尾巴，立刻对着江小叶叫了起来：“看小黑大人棒不棒？今晚上给小黑大人加一个兔子腿就可以了。”江小叶没搭理小黑，自药篓子里面拿出一个小蛇皮袋，把野兔装了进去，递给小黑：“送回家，放在笼子里，别让跑了。”直播间一阵刷屏，苏如烟满脸兴奋。江小叶看了一眼直播间礼物，双眼直冒金碧。这也太赚钱了吧！要不自己也开个直播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江小叶忽然感觉到一股气息靠近，这种气息他十分熟悉，山神之力。小棕熊。江小叶抬头看向远处的山坡，棕熊来了。苏如烟听到江小叶看向不远处，立刻走了过来，和江小叶一起看向前方。小叶，是黄鼠狼还是一对？江小叶看出是昨晚的黄鼠狼，其中一个黄皮子含着一个很小的金黄色东西。过来！江小叶对着远处的黄皮子挥了挥手，手中山神之力散开。昨天被山神之力强化一次的黄皮子小心翼翼地开始靠近，时不时回头对着同伴叫几声。献宝的黄皮子这才咬着金黄色的东西跟着靠近。天哪，他们听得懂人话！苏如烟吓得不轻，朝着大汉身后躲了躲。此刻，这诡异的一幕正在发生。江小叶蹲了下来，最前面的黄皮子直接趴在地上，慢慢的靠近，身体还有点微微颤抖的感觉。另一只不敢靠近了，再次人力而起，开始熟悉的作揖。他嘴里东西正是一个有点变暗的小金元宝。小叶，他们在干嘛？大汉都不理解了，以前见到的黄皮子哪里是这样的？没事，来找我的。江小叶伸出手，手指点在了面前的黄皮子脑袋上，山神之力涌入。带的什么好东西？拿来我看看。远处的黄皮子小心翼翼跑了过来，在几个人震撼的目光中，把小元宝放在了江小叶的手上。送给我的吗？江小叶隐隐明白了，这两个黄皮子是拿着这东西来和自己换山神之力的。两个黄皮子连连点头，还朝着江小叶作揖。江小叶心领神会，双手放在两只黄皮子身上，山神之力涌入，两只黄皮子一脸享受。苏如烟、小助手还有司机乃至200多万的人气直播间用户都要傻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黄皮子献宝，甚至会作揖。江哥哥，苏如烟忍不住了，这一幕太诡异了。谁知道他一开口，两个黄皮子被吓得飞快跑远，又仿佛不舍江小叶回头看着。谢谢你们的礼物，去吧，以后有麻烦来找我。两个黄皮子连连点头，在几人惊骇的目光中一起作揖。一阵狗叫声打破了这诡异的一幕。
小黑摇着尾巴回来了，一看到昨天的2个傻鼠出现了，顿时大怒，汪的一声冲了上去，偷小黑大人家的鸡还敢出现，看小黑大人咬死你们！黄皮子吓得转身就逃。小黑回来！江小叶赶紧制止，说不得这2个黄皮子以后就是自己的摇钱树啊，这傻狗别给吓坏人家。昨天晚上来我家偷鸡的，被我抓住放了，应该是来感谢的。看，还送了礼物，这是金的吧？江小叶摊开手心，露出一枚小巧的金元宝。苏如烟的直播间再次刷屏。苏如烟一边感谢直播间送礼物的粉丝，一边看向江小叶手中的金元宝。是金元宝，这应该是1两重的黄金。虽然这黄金纯度不高，但绝对是古董，有很大的收藏价值。先是玉钗，再是金元宝，这山里不会有座大墓吧？江小叶心情大好，财运来了，挡也挡不住啊！当即转身继续朝山里走去。小黑第一时间冲向了2只棕熊，苏如烟双眼冒光，立即对司机指挥道：“师傅，快给鸡头！”江小叶上前一脚踹开小黑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蜂蜜递给小棕熊。小棕熊抱着蜂蜜开始舔舐。直播间各种白银宝图、黄金宝图刷屏，人气飞快增加。苏如烟看得双眼冒光，今天收的礼物都足足几10万有余了。最主要的是订阅涨了20几万，这可都是真的活人用户。江小叶则是摸了摸大棕熊巨大的脑袋，山神之力如同清流一般流入棕熊的身体。小黑不愿意了，为什么这熊待遇比他都好？呲牙靠了过去，一扑把小棕熊扑翻在地。滚！江小叶一脚踢开小黑，这狗到底是多膨胀，连大棕熊都敢无视。再见。见到了棕熊，这一次直播的目的达到了。直播结束后，苏如烟取出了2叠现金，递给了江小叶。2万？给这么多干什么？不是说好5000吗？江小叶愣了一下，今天辛苦你们了，而且我收了好多礼物，分7、8万都不是问题的。江哥，你和大汉哥就收下吧，以后还要再麻烦你们呢。苏如烟今天收获太大了，订阅增加几10万，礼物1天收了平日1个月，最主要的是名气。分多少那是你的钱，我们说多少就是多少，长期合作没必要加价。苏如烟3人怎么也没有想到江小叶会不多要钱，下次来提前打招呼。走了，下次再见。看着2人一狗离去，苏如烟3人面面相觑。这年头，这么淳朴的好人不多了呢。江云山抬头看到儿子拎着的猎物，面露诧异。这么多猎物？是啊。对了，你种的那个天麻挖出来炖了吧？叶子被这几个鸭子都给啄得干干净净了。啊！江小叶赶紧跑到菜地，果然他这2天种在地里的天麻光秃秃了。这鸭子为什么对天麻的叶子感兴趣？他突然想起了小步雨术，他使用小步雨术灌溉过天麻。江小叶赶紧使用土地感应了一下，顿时一惊，下面的天麻膨胀了1倍。这天麻现在人工种植的很多，价格并不高了，但是野生的天麻价值绝对很高的。他突然发现自己可以种植药材，这可又是一笔收入啊！同志啊，这里的大棚啊，要承包的来大队啊！这时，外面传来了老村长的声音。江小叶一听，瞬间精神抖擞。江云山和李兰看着儿子忙个不停，相互对望，发出一声长叹。昨日，江小叶跑回来说他要创业，以1年7万块钱的价格租下了村里的大棚和几座后山。老2口只当江小叶是疯了，租大棚也就算了，后山那地方能种什么东西？这时，江小叶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发现是许亚楠打来的。你好，江哥哥吗？我是许亚楠。是我，许小姐，有什么需要？江哥哥有新的人生吗？许亚楠一句话差点让江小叶噎死。你以为人参是大白菜吗？这个现在没有，改天我进山找找。好吧，我也就问问。对了，许小姐，能问个问题吗？在江小叶看来，许亚楠家里是制药公司，也许能够收购天麻的。
他把天麻种植的想法与许亚楠细细地说了一下。若是许亚楠公司收购他种植的天麻，那绝对会是一个好消息。我家一直收天麻的，你要是想种植，我可以向公司的供货商给你送点种子，价格也不高，到时候你种了，我们公司收。许亚楠的话让江小叶一阵激动，这也太好运了吧！谢谢许小姐，我这边一有人参了，立刻通知你。种啥天麻？这不是亏钱吗？承包大棚2年小5万呢。在一旁竖着耳朵的李兰看江小叶挂了电话，一阵抱怨：妈，你瞧好了，我1年给你赚个几10万的天麻回来。看你能的，我找你爸商量一下去。江小叶没在意母亲不信任自己，而是琢磨许亚楠给自己帮助这么多了，他想要野生人参，自己不好找，但是不是可以找一些普通的人参催发看看？在江小叶看来，野生的人参之中只不过含有大量的灵气而已，自己的小步语术完全可以弥补其中的灵气。江小叶想到这儿，就出发去了城里。不管是买人工人参试验，还是收购天麻种子，都需要钱，所以他打算拿黄皮子给他的2件礼物换点钱。江小叶行走在古玩街，释放出了一道山神之力，灵力开始俘获地摊小贩的物件。一道血红色光芒闪过，江小叶快步上前，来到了一家名为黄宝斋的古玩店门口。一只血红色的蟾蜍吸引了江小叶的目光。江小叶来到蟾蜍前面，发现这蟾蜍蕴含的灵气比玉钗之中的还要浓郁一些，只是气息却让他有些不舒服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江小叶喊了一下正在和一个中年人喝茶的店主黄宝。黄宝长得很丑，贼眉鼠眼的，按照江小叶想法，这货八成以前是盗墓贼出身。那个不卖，看看别的吧。黄宝扫了一眼，不卖你挂着干嘛？江小叶咕哝一句，只能够使用山神之力去寻找别的。中年男子喝了口茶，什么好东西？是从死人嘴里撬出来的，我20万收的，这小子买不起。远处的江小叶听力强得可怕，转头又看了看血玉，怪不得感觉有一种让他不舒服的气息弥漫。与此同时，江小叶突然感觉山神之力接触到了一片柔和无比，让他感觉很舒服的灵气。转头一看，一个拳头大小的黑红色圆球正散发着只有他能见到的蔚蓝色的光芒，里面的灵气极其浓郁，若是得到，怕是长青诀可以突破到2层了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小哥喜欢的，3000拿走。这么贵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江小叶听了一喜，3000，他现在还是拿得出的。黄宝一听江小叶连3000都嫌贵，鄙夷之色更浓了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从一个大海蛮肚子里抠出来的。江小叶心中狂喜，蔚蓝色的灵气给他一种海洋的感觉。黄宝的话让他更加确信了，当即拿出手机直接扫码，支付宝收款3000元。电子声音响起，黄宝却有种不对的感觉，嫌贵怎么不讲价呀？小哥，来坐下喝杯茶。黄宝热情地招呼江小叶，不弄明白今晚上估计又要睡不着觉了。小哥，你知道你买的东西是什么吗？黄宝倒好茶，好奇看向江小叶手里的黑红色圆球体。这东西他研究过几个小时，看着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旁边的中年男子也饶有兴致地看着江小叶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感觉这外面应该是包裹了一些东西，里面应该有别的东西才买的。江小叶抬起黑红色的圆球体，捏住以后开始用力，咔咔，一抹柔和的蓝色光芒自裂缝之中散发出来。江小叶在2人震惊的目光中一块一块地掰开，一个龙眼大小的蔚蓝色珠子出现在他手中。这是珍珠？是深海珍珠，我记得这种珍珠叫做海蓝之星。黄宝，你赔大了呀！什么？值钱吗？值钱，翻了100倍，至少30万。黄宝，难得看你赔钱呐！黄宝一脸苦涩，却没有要回的意思。江小叶却是心中一阵狂喜，3000块钱买的东西
值30万，这发了呀！小兄弟，这东西卖给我吧，33万吧。中年男子叫岳西华，房地产大佬，笑眯眯看向了江小叶。江小叶顿时犹豫了，里面的灵气他很需要。想了一下，眼睛一亮，我这里恰好有2个小玩意儿，你看看你们收了如何？江小叶说完，自背包里取出了玉钗与金元宝，放在了桌上。黄宝的眼睛顿时就亮了。这是关注物，这东西干净吗？黄宝立刻不留痕迹地挡住这东西，低声询问江小叶：“啥意思啊？有鬼？”我的意思是，这东西来历干净吗？放心吧，来历绝对干净。二者，我给你这些。800万，800万可以啊，给你。800万？你以为这是啥呀？8万，玉钗6万5，金元宝1万5。不卖了，我的玉钗不比你的蛤蟆差。你蛤蟆都几十万了，我这个才6万5，再加1万，成交。江小叶得到了9万块，十分满足。以后这2个黄皮子回去后要供起来。告别了2人，江小叶离开了古玩店。看着江小叶离去的背影，岳西华露出了淡淡的笑意。有意思。江哥哥，有人参了吗？暂时没有。你很需要吗？需要啊，我奶奶需要野生人参配中药，奶奶身体很差。原来许亚楠的奶奶已经病入膏肓了。江小叶想起了山神之力，不知道治愈能力如何。挂了电话，江小叶想了想，或许只能用人工人参试试了。江小叶看向了视察完大棚走来的江云山。爸，知道村里谁家有人参吗？人参野生的没有，不过你爷爷床底有一罐药酒，泡了好多年了。江小叶眼睛一亮，转身朝爷爷家跑去。小黑起身跟上。奶奶，我已经吃过了，爷爷在吗？你爷爷打牌去了，找他有事儿。江小叶一边搀扶着奶奶走进屋内，一边开口：“没事，就是想看看他的酒罐子。在床底，好几年没喝了，也不知道坏没坏。”江小叶很快在床底拖出了小半米的玻璃罐，里面一颗人参都有些泡得发红了。活的！江小叶感应了一下，他立刻感觉到这人参中蕴含的生机存在，顿时大喜。啥？没事，奶奶，我先带走了，明天再来。天地之灵，天无之意，化云不雨，福泽万物。真的发芽了！江小叶一阵激动，人参之中的生机越来越旺盛，灵气浓度也越来越高。不过片刻的时间，人参已经长出了叶子，甚至还长出了种子。江小叶兴奋不已，等到人参不再生长后，又取来花盆，将种子扔了进去，看向了人参。蕴含的灵力比起上一次的野生人参还要浓几倍，药力应该不弱，明日就给许亚楠送去。许亚楠的奶奶凌晨突然昏迷，吓得家里人一个个都跑了过来。严专家，情况如何？许先生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其实上次来的时候，病人身体已经快撑不住了，现在可以说已经油尽灯枯了，估计也就这个月底了。没有办法了吗？之前你们使用的野生人参效果很好，继续服用，或许能够多坚持几天，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严海轻叹了一声，徐老爷子缓缓地坐在沙发上，拄着拐杖，沉默不语了。这个时候，许亚楠手机响了，拿出来一看，发现是江小叶。喂，许小姐吗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这里有根人参，给你送过去吗？啊，人参！许亚楠一阵惊喜。江哥哥，
我给你个地址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等等见。江哥哥，这里。江小叶抱着大花盆，夹着保温箱，钻进保时捷，扬长而去。下车以后，徐亚楠看江小叶连抱带夹的，立刻跑过来帮忙。谢谢，这个是野生的天麻，我前段时间寻人参之前找到的，纯野生的。徐亚楠好奇地晃了晃天麻保温箱，带着江小叶走进别墅。江小叶一进去就看到好几个人盯着他看，这让他一阵不好意思。他的目光看向一个靠在柱子后面假寐的男子，男子突然抬起头，目光微眯地看向他。高手。江小叶他感觉自己仿佛被毒蛇盯上了，这种感觉很不舒服，不留痕迹地远离一些。可是这个男子却突然快步走向了他。江小叶感觉到一阵危险的气息，本能的快速后退。这个精悍男子目光瞬即犀利，直接一伸手抓了过来，速度极快。男子抓向江小叶，江小叶急速后退，男子抓了一个空。你干什么？江小叶手一抬，灵力一震，直接挣开这一手刀，感觉手臂一麻，后退一步。这里的动静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张叔叔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朋友。徐亚楠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赶紧跑了过来。亚楠，等等！许正群立刻拦住许亚楠。就这刹那的时间，男子再次扑向江小叶。江小叶大怒，手中灵力吞吐，毫不客气的一掌对着冲来的男子拍了过去。男子被这一掌拍飞了出去，重重砸在几米外的沙发上。内家拳！男子挣扎着爬了起来，面露惊骇。江小叶则是吃惊看着自己的手掌，长青诀竟然如此强大！这是我朋友，这是我朋友！许亚楠推开许正群，跑了过来。江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他是谁啊？怎么一来就打我？这是张叔叔，是我爸的保镖。他为什么打我？抱歉，因为你给我一种危险的感觉，得罪了。江小叶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在这个时候，徐老爷子走了过来。江小叶抱着花盆上前。老爷子好。人参？对啊，爷爷，江哥哥来送人参的，快看看。这是直接移植出来的吗？从外形看不出所以然，直接拔出来吧。江小叶将人参拔了出来。当看到这株人参竟然比小孩手臂还要粗的时候，老爷子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人参也太大了吧！老爷子呆呆地看着人参。一般来说，野生人参并不会太大的，这一个就是人工种植10年8年也不能长这么大吧？好东西啊，这起码100多年了吧？小江啊，这人参你哪儿来的？这个也是我找的。江小叶很模糊地回了一句，总不能告诉他是自己从爷爷酒罐里捞出来的吧？小江，你看50万如何？若说是正常的100多年份人参，100万也很正常。可是这一个我们也不能估计好，有一些特征表明只有20-30年，不过有一些特征却表明这是100多年的老人参了。不用，太多了。这就是一根半废的药酒人工人参，完全是自己催发出来的。50万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不多，我奶奶正好需要呢。就50万吧。郑群，你给转账吧。好。许正群点头。50万对于他来说9牛1毛。你奶奶在哪里？我会一些医术，想看一眼什么情况。真的啊？江哥哥，你跟我来。许亚楠一听，立刻招呼一下江小叶进旁边的卧室，其他人一愣，也一个个跟上。江小叶上前抓住徐老太手腕，佯装把脉，一道灵气没入徐老太体内。徐老太身子一抖，眼皮动了动。有用，我需要给老太太按摩一下。啊！许亚楠心想，严专家治疗了那么久都没用，按摩一下就有用。江小叶不再多说什么，一边为徐老太按摩，一边偷偷输入灵气。
小兄弟，老太太是年老体衰，一般按摩是没用的，你就不要。沿海话还没说完，就看到老太太睁开了双眼。我去，这就醒了！徐老爷子、许正群等人一听，也一个个围了过来。看到睁眼的徐老太太，面露震惊。徐老太太微笑看着江小叶：“小伙子，是你救醒了我吗？”眼见徐老太说话清晰，气息稳定，众人大喜。许亚楠更是兴奋地跳了起来。奶奶，刚才这是江哥哥救了你。江小叶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奶奶需要我再治疗几次才可以恢复，你感觉能动吗？你现在全身气血流畅，应该不是问题。亚楠，扶我下去走走。许亚楠赶紧上前，搀扶着徐老太和众人一起出了房间。江哥哥，谢谢你。你们别太客气，我不习惯。小伙子，哪里人啊？我就是江城的，是景泉县羽山村的。景泉县的羽山村，这不是陈诚管辖的地方吗？江小叶一愣，陈诚？难道许亚楠的父亲认识景泉县的县长？江哥哥，陈诚是我堂姐夫，以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去找他。一旁的许亚楠赶紧解释道：“江小叶救了徐老太，临别之前，许正群又往江小叶卡里打了100万，这让江小叶很不好意思，但盛情难却，不得不收下。怀着150万巨款，江小叶回到了家里。一进门就看到老村长一群人正围在家里。看到江小叶到来，老村长带着村民纷纷向江小叶鞠躬道谢。江小叶傻眼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江小叶赶紧上前扶住老村长。二爷爷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小叶呀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有你，我们村的路怕是一辈子也没办法修啊。江小叶更加的迷惘了。经过老村长一番解释，江小叶才明白，原来许正群给陈县长打了电话，说了羽山村的事儿，更是捐助了500万用于羽山村修路，这让江小叶心中感动不已。这一日，江小叶像往常一样带着小黑在天麻田里巡逻。电话铃声响起，是大班长李小溪打来的。江小叶这才想起，李小溪说过要过生日了。算了算时间，明天。江小叶，明天我生日。知道了，给我个地址，我不会迟到的。很快，一个地址发了过来。哟，有钱人啊！星空大酒店。挂了电话，江小叶开始犹豫送什么礼物了。大班长不差钱呐，自己现在也不缺钱，总不能和以前一样送个好看的廉价钢笔或者工艺品吧？自己的第1桶金可是李小溪带来的。这个，江小叶心疼地掏出了深海珍珠，漂亮的程度绝对没得说，即使是灵气流失严重，卖个几万应该不是问题。就你了。江小叶决定我奢侈一把，免得这小妞说自己小气。次日，星空大酒店的一个小型礼堂里，已经有10几个男男女女在这里了，一个个衣着鲜艳，正汇聚在一起，笑声不断。小溪，你这次要破费了呀？这是要花多少钱啊？你们开心就好，我都给你们准备了礼物，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哦。李小溪甜甜的一笑，和公主一般站在中间，一道道羡慕、嫉妒和爱慕的目光时不时汇聚在她的身上。哇，还有礼物啊！陈航和宋佳佳站在一边，宋佳佳眼神也有些羡慕。同学甲凑到陈航身边，阴阳怪气道：“听说江小叶也来，年入1000万，等会儿可别打架啊！”陈航的脸都黑了，恨死了江小叶的朋友圈，胸口起伏不定，咬牙道：“我会和一个卖菜的一般计较。”他敢来吗？混成这样也不嫌丢人。小溪，你今天可真漂亮啊！就在这时，一道和煦的声音传来。李小溪等人转头望去，就看到一名穿着名贵衣服、
戴着金丝眼镜的帅气男子文质彬彬地走了过来。赵同学来啦，欢迎。李小溪立刻礼貌地笑了笑，赵兰笑容瞬间有点凝固。小溪，你怎么还这么见外啊？我们两家也关系不浅。啊，对了，小溪，我这一次去法国，给你带了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等一会儿送给你。谢谢，太贵重了，我可不收。这只是个同学聚会，我的生日不过是次要的。李小溪礼貌一笑，态度很明显。赵兰也有点受不了了，不过一想到只要搞定李小溪，以后自己事业就能飞黄腾达，不贵重，只是一点心意。一个男生立刻跑了过来，低声说了一下：“兰哥，江小叶这个犊子也来。”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认清现实啊！现在可不是上台的时候。也好，让小溪看看江小叶到底有什么好的。对，听说连工作现在都找不到，在家里种地呢。前2天去卖橘子，还和陈航、宋佳佳起了冲突，土鳖一个。和服务员打好招呼了没？已经送去了，到时候必然给李小溪一个惊喜。这东西可小10万呢，老大你真舍得？你懂什么？只要小溪喜欢就好。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江小叶也来到了门口。赵兰看了一眼穿着土里土气的江小叶，很是不屑。哼，土鳖就是土鳖，穿成这样也好意思来星空大酒店？赵兰话刚说完，就看到李小溪满脸兴奋地跑了过去，一张脸上顿时阴沉了下来。班长，这是我和小佳的一点心意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其他人也纷纷送上了各自的礼物。陈航眼见江小叶虽然提着礼盒，却一直没送，只当江小叶不好意思。终于找到机会的他，直接开口道：“江小叶，礼物拿上来呀，不会带了家里的土豆吧？”土豆倒不至于，发卡呀、钢笔呀、工艺品倒是没问题。一群人的目光都注意在了江小叶的身上。江小叶将礼品袋递了过去，李小溪正要伸手接过，却被闺蜜一把抢走。哟，还挺高端的，这不是金宝格的包装吗？哎呦，江小叶破费啦！啊，假的吧？宋佳佳满脸不信，金宝格的东西可不便宜，江小叶那穷逼怎么买得起？李小溪的闺蜜眼疾手快，迅速拿出了里面的银色盒子。盒子里还有东西吗？不会就一个盒子吧？说不定盒子里面装的是土豆。江小叶，你也是够拼的呀！装逼，竟然去买了个金宝格的礼盒，就是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土豆、红薯。众人哈哈大笑，都觉得江小叶是在打肿脸充胖子。快打开看看！宋佳佳有些迫不及待，很想看看江小叶出丑的样子。李小溪闺蜜就要打开，却被李小溪一把抢过。我很喜欢，这是我的，别打开。李小溪看江小叶没说话，怀疑盒子里真没有礼物，她不想让江小叶出丑。现场响起一阵嘘声，赵兰微笑开口道：“小溪，我也有礼物送给你。”赵兰拍了拍手，服务员送来了一个精美的礼盒。赵兰微笑摇头，打了个响指，瞬间灯光暗了下来。服务员顺势打开礼盒，一阵乳白色的光芒自服务员手中散出，在场的人都看呆了。夜明珠，珠子里仿佛有人的影子一般，好像还是一个女子。赵兰听到一片惊呼，顿时得意了。此物是法国著名的雕琢的。话还没有落下，只看到一片蔚蓝色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所有。赵兰笑容凝固了，所有人在这片蔚蓝色的蓝光之中看到李小溪拿着江小叶的盒子，一脸悄悄的样子给打开了。赵兰打不下去了，说话都有点结巴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湛蓝色的珍珠之上，整片区域仿佛被一片蔚蓝色的海洋包裹，一圈儿一圈儿。赵兰的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工艺品吧？
我就没听说过有什么珠宝有这种效果。他就不信江小叶一个穷屌丝买得起这么贵的珠宝。不错，这就是工艺品。我家就是做珠宝的，我也没见过有哪个珠宝有这种效果。就算是工艺品，我也喜欢。不对，这不是工艺品，这是海蓝之星。众人一愣，纷纷看向李小溪闺蜜。小溪，岳西华伯伯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他是我们市的房产大亨。昨天我爸和岳伯伯吃饭，他说遇到一个几千块钱买走一个海蓝之星很普通的年轻人，出价33万被拒绝了。我想应该就是江小叶吧。岳伯伯说了，这海蓝之星实际价值起码60万。众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，60万啊！这江小叶好大的手笔，宋佳佳更是妒忌的眼珠子都红了。60万的礼物，他为什么不送给自己？60万又如何？这事我也听说了。江小叶不过是花了3000块钱捡漏买来的，兴许他根本不知道这珍珠的价值。江小叶就算不知道值60万，人家岳伯伯也给了33万，怎么可能不知道价值？我不能收。送给你就拿着，这东西没有那么值钱，不就是一个珍珠吗？江小叶果断拒绝，随即暗骂岳西华。当初出价33万，他还以为有钱人喜欢呢，原来能够卖60万，太无耻了。我不能收，太贵重了。李小溪神情复杂，这家伙不会终于想追自己了吧？这货虽然可恶，人有点贱，不过……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传来：“小溪，我来看你了。”江小叶转头看到许亚楠和许正群走了过来。亚楠，许叔叔。李小溪立刻高兴地迎了上去。呀，小叶呀，你居然也在！许正群一眼看到了李小溪身后的江小叶，立即打了个招呼：“许叔叔好。”同学们都惊呆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江小叶不是农民吗？这些人是谁？王经理，去办一张永久免费的至尊金卡给小叶。小叶，这家酒店是我名下的产业，以后吃喝住聚会什么的都来，全部免费。同学们更加懵逼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星空大酒店的老板，永久免费卡？赵兰、宋佳佳、陈航等人更是脸色阴沉的可怕，特别是宋佳佳，心中充满了后悔。早知道江小叶人脉这么广，自己为什么要跟他分手？江小叶先生，持此卡以后在全国星空大酒店一切消费全免，享受顶级待遇。江小叶想拒绝，许正群却一把夺过金卡，塞到江小叶手里。拿着吧。对了，你这边结束了就找我一下，有个好东西给你看看。一旁的赵兰都傻眼了，送卡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有好东西给江小叶看，这江小叶到底什么来头？同学一个个直流口水。星空酒店的金卡啊，终生免费，这得值多少钱？这江小叶真是农民，该不会是隐藏的富二代吧？生日聚会后，江小叶率先离开，在服务员的带领下找到了许正群，就见到许正群正和许亚楠坐在餐桌前吃饭。小叶，坐。许正群指了指江小叶身前的一杯酒，道：“尝尝这个，这是我们公司今年的新产品，这个是升级版的。”江小叶嗅了嗅，尝了尝，蕴含微弱的灵气，对于人体有着一定的好处。这好像是我的天麻，里面还加了人参吧？小叶，你说的没错，就是你送来的那几个大天麻，药效是我们今年新品药酒的5倍。江小叶心中一惊，自己用灵雨浇灌过的天麻和人参效果那么好。小叶，我想和你这边大量合作，只要你能保证质量，有多少我们要多少。
有了这个产品，许正群的中正制药不但不会出现地位下滑，反之会急速提升的。这个放心，我种植的天麻成品快，只不过现在种植的数量很少，只有6亩。江小叶一听要大量合作，整个人都兴奋起来。至于天麻的质量，有小布语树浇灌，他很有信心。江小叶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完全昏暗了下来。江小叶想到，药酒具有人参成分，而人参可是比天麻贵重多了，自己或许可以尝试着培养点人参。江小叶采购了一批人工人参，下午给人参浇灌淋雨，消耗了大量的山神之力，正需要修炼补充。这时李兰推开门：“你二爷爷刚才过来传话，说陈县长和许先生来了，就在你的大棚那里，让你赶紧过去一趟。”江小叶一愣，这是为了天麻而来吗？当即快步朝外跑去。小黑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，也摇着尾巴追了出去。江小叶来到大棚，老村长正在给许正群和陈诚介绍天麻，许亚楠跟在身后。许叔叔，陈县长怎么来没有提前说一声啊？我也好准备一下，好招待。招待就不用了，我们就是来看看天麻养殖。江小叶直接挖出了一根军棒。许正群也了解天麻，看到都开始发芽的小天麻以后，他都开始怀疑人生了。不是才种了不到个把月吗？这起码1年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？又不信邪的挖了2根。许正群低声询问道：“我带这些回去化验一下，没问题吧？”尽管拿去化验，绝对没问题。还有这个也拿去换一下。江小叶说着，跑到另一边的地里，直接拔出了一根人参，转身递给了许正群。看着手中的人参，许正群哑然：“这是人参？你就这样拔了？拔萝卜吗？”“行，我一起拿回去化验下。”许正群收起了人参和天麻，就要带人离去。江小叶却一把拉住了许亚楠：“许小姐，知道在哪里买玉石便宜吗？”这2天给人参灌溉淋雨，让江小叶意识到自己山神之力的缺乏，现在急需提升长青诀，单靠自己修炼太慢了。许亚楠笑嘻嘻道：“小西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，不管是翡翠、和田、鸡血、玛瑙都有。”那我还是算了吧。看到江小叶的表情，许亚楠很是奇怪。江小叶干笑，万一许亚楠和李小西一说，以后又要被小西大魔王给支配了。没成想，许亚楠刚走，江小叶就接到了李小西的电话：“江小叶，给我你的卡号。”李小西是要给江小叶打钱了。海蓝之星连他爸都说是好东西，送出去的礼物那要卖钱一说，再说给钱就挂了。江小叶现在也是财大气粗，手里还有150万呢，底气一足，说话声音都大3分。听说你喜欢玉石，我家有很多的，要不送你玉石怎么样啊？送我是不会要的，我可以买。下午有时间吗？玉石，这个正是自己需要的。再是恐惧小西大魔王，也要去看看。有，我给你地址。这边。江小叶第1次进入这里，他感觉到了很多灵气源，让他颇为心动。不过当看到价格的时候，整张脸都黑了。他忽然想到，自己要的是灵气，又不是装饰，干嘛要买精品？买那些残次品、边角料不就可以了吗？怎么样，喜欢什么随便挑，我送你。太贵了，我找错地方了。我需要的是一些原石毛料类的玉石，要的数量不小，品质差点无所谓的。早说啊！走，恰好有一批翡翠毛料正在捡，很多不错的料子都有，带你去看看。李小西带着江小叶一路来到了李氏原石区，远远的就见到自己的父亲正带着岳西华、赵玉刚、赵兰等人围在一块绯红色的翡翠前评头论足。爸，
李小溪快步跑了过去，江小叶跟在身后。小溪来了呀，这是你同学？李坤胜看向了江小叶，有些奇怪。江小叶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李小溪还来不及开口介绍，一旁的赵兰已经跳了出来，很是愤怒地说道：“我来这里做什么？跟你有关系？”江小叶白了赵兰一眼，赵兰大怒，就要开口，岳西华已经走了上去。小兄弟是你呀！看来我们真有缘呀！看到岳西华开口，赵兰生生忍下了心中的愤怒。是啊，岳老板的确挺有缘的。江小叶表面热情打招呼，心里却是一阵嘀咕：有缘个屁！价值60万的深海珍珠跟自己说只值30万，真是个奸商。爸，小叶说他想要买一些原始毛料，我就带他来看看。行啊，你带你同学随便看。走。李小溪就要带江小叶去其他的地方，赵兰却站了出来，拦住了江小叶。江小叶，你不会也想靠着赌石发家致富吧？赵兰伸手拦住江小叶，一旁的赵玉刚眉头微皱，自己这儿子怎么了？似乎总是和这同学作对。这你也知道？赵兰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赵兰压下了心中的愤怒，手指不远处的巨大毛料，这可是小溪家里最好的几块原石之一，出绿的几率极大，要不要试试？在赵兰看来，那块原石售价40万，江小叶根本买不起，正好借此羞辱他一番。若是他能够买下一块帝王裂，也开不出什么好东西。无论怎样，都能报当日的羞辱之仇。好，我信赵兰的。这块我要了。江小叶的话直让众人都是一愣，他们哪里知道，在江小叶眼中，这块原石的灵气比那海蓝之星还要浓郁数倍，哪怕里面的全是碎的，也绝对不亏。小叶，别听他的，这就是一块帝王裂。江小叶，这可是要40万，你有吗？现金我没有。赵兰一喜，不过我可以刷卡。小叶，你别冲动。没事。李小溪见江小叶如此执着，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想着晚点将钱退给他。李坤胜也是摇了摇头，不过还是让人将原石搬到了一旁的解石区。解石师傅开始操控机器切割原石，一群人围观，原石被切开，一道蓝色的光芒闪现，众人纷纷望去，一个个面露震惊。我去，极品高冰蓝竟然没有裂开，这么完整，这最少价值100万吧？小兄弟，我出200万卖给我如何？江小叶心中一阵兴奋，怪不得大家都想赌石，这简直一夜暴富啊！40万的东西直接变成了200万。我们店正好需要一批冰蓝制作首饰，这块我出300万。众人纷纷惊呼，却没有人再出价。李坤胜看向江小叶，江同学啊，300万卖给我如何？这一刻，李坤胜都有些怀疑了，这个普普通通的少年不会是什么天选之子吧？好呀，李叔叔。江小叶说完，又转头看向赵兰道：“赵兰同学，谢谢你哦。”赵兰的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。要不你再帮我推荐一个？赵兰愣了愣，这家伙是要做什么？这么相信自己的直觉？你看这块如何？赵兰可不相信自己的嘴是开了光的，说一个中一个，随即指着一枚价值30万的原石道：“之前的帝王裂多少品质还算不错，而这一块却看上去平平无奇，亏本的几率极大。”好啊，李叔叔，这块我要了，开吧。当即又让人将原石抱去了解石区，开始切割。很快，一抹绿色的光芒闪现。我去，帝王绿，还是这么大的帝王绿，这最少300万起吧？赵兰彻底傻眼了，
自己的嘴这么灵光吗？就连他的父亲赵玉刚也是错愕地看向自己的儿子，说一个中一个，难不成自己的儿子才是天命之子？谢谢你啊，赵兰同学，又帮我赚了几百万，这块帝王绿谁啊？江小叶看向了众人，在他的感知当中，已经没有多少石头有灵气了，正好见好就收。我出500万，给我吧。给你，不过切割下来的废料给我。一连大涨2块，这些珠宝老板开始呼朋唤友的来买翡翠了。江小叶叮嘱李小溪将废料给自己送去家里后就离开了。他需要的是灵气，废料的灵气虽然不如翡翠多，但胜在便宜啊，那可是按车算的。赵兰兴奋地跑去挑了1块50万的原石，送去了石区。切开后，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翡翠。不细节的他又连续开了几个，却没有一个出货。赵兰已经输红了眼，就要继续去选原石，却被自己的父亲拉住。行了，火眼金睛的人不是你，是那小子。赵兰错愕，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。江小叶，你给我等着！江小叶把废料拉到了后山，这其中恐怖的灵气不断的涌出，让江小叶有一种被包裹在灵液中的感觉。我的天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江小叶给他们注入一些山神之力，2个黄皮子围着他转了几圈，快速地消失在后山。唯独小黄睡得很沉，江小叶只能抱着小黄朝家走去。怪不得这死狗不见了，原来是跑来这里吃狗粮了。江哥哥，你来的正巧，我今天进山有点事。江小叶打算去山神庙看看，大棕熊和小棕熊就住在那里，总感觉那里有东西是自己需要的。那一起呗。看着江小叶喂食小棕熊，苏如烟羡慕不已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憨突然朝着他们大喊道：“别动，千万别动！”前面的江小叶也察觉不对了，小黑汪汪汪地狂叫起来。回头一看，苏如烟正站在一棵干死的老树下，在它的上方，一条碗口粗的黑皮蟒蛇盘在树干上，此刻脑袋已经抬了起来，对着他吐须。苏如烟脸色发白，僵在原地。小助理等人更是吓得浑身颤抖，捂嘴不敢发声。大棕熊忍地而起，小棕熊赶紧抱着大棕熊的腿，别动，上面有个树袋熊，我抓到它送给你。江小叶对着大憨一个眼神，大憨直接开始拉弓，小黑也心领神会的开始绕后了。不过这么大的蟒蛇，小黑也是很害怕的。这里怎么可能有树袋熊？苏如烟额头开始冒汗，她看到了地面上出现的一个影子，顿时如置冰窟。江小叶慢慢的靠近，释放山神之力，想要安抚一下这条蟒蛇，却不想接触到山神之力以后的蟒蛇一点变化也没有，反之更加凶残了。苏如烟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吓得直接尖叫出来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我去，大憨！江小叶快速地冲了上去，大蟒蛇却是张开血盆大口咬向苏如烟。看着那扑向自己的血盆大口，苏如烟吓得花容失色，眼看就要被一口咬中的时候，一道剑矢
破空而来，刚刚准备扑下来的蟒蛇猛然后挡，带有强大力量的箭矢瞬间穿入他的躯体。蟒蛇被射中，痛苦的嘶鸣。小黑趁此机会一冲而上，速度极快的一口咬住了蟒蛇垂下来的尾巴，疯狂地朝着后面拖着。小黑把蟒蛇卡在几块岩石中间，大憨的箭矢死死地卡住了蟒蛇的退路。蟒蛇很快被小黑咬死。江小叶捏了捏蟒蛇的皮，这皮这么硬，这是一条变异的蛇。什么变异？这条蛇怎么会变异？大憨，你带着他们先走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我自己去。不行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进山？你们现在和我一起，只会带来麻烦。放心，他们会保护我的。大憨点点头，和助理他们搀扶着苏如烟向外走去。江小叶看向远处，神情凝重。半个小时后，江小叶来到了山神庙内，一尊巨大山神雕像站在正面，一个翠绿色的葫芦挂在山神雕像上，如玉质一般闪烁着灵光。山神葫芦，江小叶想起了山神头上戴的小葫芦，看起来这一个就是放大版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葫芦忽然爆射出一道青色的光芒，直接来到了他的手中。这是留给我的。看着手中碧绿色的葫芦，江小叶忽然多了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。一翻手，葫芦不见，再次挥手，葫芦出现。心念一动，葫芦变大。小棕熊被葫芦吓坏了，赶紧跑走找大棕熊庇护了。江小叶打开了葫芦，一道浓郁的灵气弥漫开来。不仅如此，江小叶的脑海中还多了一道画面：山神手捏灵诀，身边一个翠绿色的葫芦，一道道清泉流出，一片刚刚被种植的药草顿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，开始缓缓成长。灵泉，江小叶大喜。这葫芦有灵泉，有了这些灵泉，自己也不用拼命施展小步语术了吧？而且他发现这灵泉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小步语术。山神立于一片湖泊之上，手捏灵诀，数十道水流化为水龙一般，疯狂涌入灵湖之中。湖水下，即使是有泉眼，很快也被抽走了一半的泉水。能够改变水质，化为灵泉。江小叶顿时明白了，这葫芦之中自成空间，并不是自生灵泉，而是转化。一想到自己能够将普通的水变成灵泉，江小叶心中就是一阵狂喜。有了这样的宝贝，自己再也不用拼命施展小步语术了。江小叶收起葫芦，朝着山神像叩拜。山神爷爷，谢谢你，下次我带香再来祭拜你。